小韩，我出轨了。出轨？上周是谁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织围巾，信誓旦旦要给周学长一个最温暖的冬天？我当时还感动的替你织了3针，结果你现在告诉我，那围巾是给备胎织的。学长就是我出轨的对象。我还有一个未婚夫，家里安排的，毕业就结婚，家族联姻。他长得丑，像你爸总把衬衫扣到最后一颗，总把皮带系到胸口。不丑，就是比我大7岁，马上30了。我们约会3次，他接了8个工作电话，最长的一次通话47分钟。我在餐厅等到牛排冷透，感觉自己不是约会对象，而是一个有温度的背景板。那就说清楚啊！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真打算接受岛版婚姻？新中国70多年了，姐妹，婚姻自由写进宪法了，你这法学是白学了。我爸会打死我的。小韩，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了！我再不解决，被发现就完蛋了。我总不能去找你爸谈判吧？叔叔，强扭的瓜不甜，我怕说完他直接把我扭成麻花。这样，周5晚上，我未婚夫周一之会去一个慈善酒会，你在门口等着，找个机会不小心撞到他，抱住他2秒钟。反正戴着口罩，我从侧面拍张照片，借个角度，解决。你让我去勾引你未婚夫？不是勾引，只是制造一个误会。你抱2秒就跑，我立刻拍照片。等我爸看到照片，以他要面子的性格，绝对会取消婚约。小韩，我真的没办法了。那个周叶芝万一是个练家子，反手给我一个过肩摔，我报警说我性骚扰吗？你不知道在法律上男女平等吗？他不会，我调查过了，周玉芝是典型的工作狂，性格冷淡，最怕麻烦。遇到这种事儿，他多半会直接走开，连话都懒得说。所以，帮不帮？行，但有个条件，要是我真进局子了，你得给我送饭，不要香菜。成交。要不我们换个计划，比如你直接跟你爸摊牌，就说你得了看到男人就过敏的病，韩剧里就有这种剧情。我爸会带我去看神经科医生。小韩，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要不你说几句话，我直接更录个视频，照片可以借角度，但视频总不能造假吧？我说什么？肯定是说让人误会你和周一之关系的话呀，比如周一之，你为什么不理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种效果绝对炸裂！等等，这听起来像8点档狗血剧。快来了，车牌668就是他，快准备。要不周一之，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总躲着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你说呀！好，角度很好，再坚持1秒。1、2、3，好了，撤。完蛋！你谁？撤退，启动逃跑程序。重启，快重启！我谁？对啊，我谁啊？我在哪儿？今天星期几？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真的，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认错人了？可我刚刚好像听到你叫我名字了。你名字？没有啊，你听错了，我喊的是周杰伦。对，我是周杰伦的粉丝，我以为你是周杰伦呢。你看你们都姓周，身高也差不多，夜色又这么朦胧，认错也很合理吧？
下次认准人再报。完了！周杰伦和我应该不能。我拍到了小韩，现在怎么办？他看见我脸了。没事没事，他应该不会找你麻烦。重要的是视频效果特别好。我的意思是，促婚效果特别好。你看抱着的角度刚刚好，还有他看你的眼神。你再截几张图片，完了。现在怎么办？发给我爸，然后祈祷他血压别太高。宋希言，视频里那个女的怎么回事？周叶芝在外面有人了？爸，我也是刚知道，朋友发给我这个视频和照片，说在酒店门口拍到的，我也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人都报上了还不敢相信？我这就给周家打电话，这婚不能结了。我宋家的女儿还没进门就要受这种委屈。成功了，小韩，我们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事情没完？周雨之，你给我解释清楚，酒店门口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我女儿还没进门，你就敢在外面胡来？宋叔叔，您先别急，我想这里面对，我这里有视频有照片，清清楚楚，那女的抱着你，你还拉着她的手不放。周家要是看不上我们宋家，大可以直说。宋叔叔，既然您说有视频和照片，方便的话，能否发给我看看？我也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我本人对此事并无意见。好，我这就发给你，看你还能怎么狡辩。周月之，你为什么不理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专业的角度，业余的演员。周总，宋先生那边。一场戏，这明显是故意构陷。需要联系律师吗？不必。私事私了，找出视频里的女孩，以及她和宋心妍的关系，顺便看看她平时是不是也这么勇于闯戏。查清了 ，A 大法学院大四学生陆小涵，连续4年国家奖学金，专业排名稳居前3。父亲是南城一中的语文教研组长，母亲在省体育学院任田径教练。我谁？对啊，我谁啊？我在哪儿？今天星期几？语言能力突出，英语专8，上个月刚通过司法考试。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成绩，去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获得青年文学奖提名。另外，他在平台开设个人专栏《鹿鸣书斋》，粉丝有16万余人。文笔如何？我浏览了几篇，理性与感性平衡得很好。法律案例分析条理清晰，文学评论细腻敏锐，不像是一个人写的，但确实是。他和宋心妍是室友，同寝3年，从公开信息看，关系很好。需要深入查他和宋心妍的交易细节吗？暂时不必。我会亲自处理。很好，又一家公司拒绝了我。第几封啦？不要问，问就是法学生正在被生活审判。唉，小韩，要不我回去求我爸，让他给你安排宋氏法务。停！你现在刚退婚成功，别搞事儿。我的工作我自己找。可是那天的事到此为止。我陆小涵，专业前3，法考已过，英语能吵架，写作能卖钱，找工作只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
可能确实需要点时间。你闭嘴！小韩，来办公室一趟。张院长找我。小韩，坐。今天找你来是有个工作机会想推荐给你，明远科技，听说过吗？我知道这家公司，他们在数据合规方面的白皮书很有参考价值，就是听说老板很神秘。他们法务部正在扩编，需要理论基础扎实、有培养潜力的新人。我向法务总监推荐了你，附上了你的成绩单和发表过的论文。这是正式岗位吗？试用期1个月，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明远的用人风格比较务实，只要你通过面试，下周1就能入职。谢谢院长，我一定好好准备。放轻松，展现你的专业素养就好。新生活，新工作，新开始。上次只是一段生活的小插曲，远离周深之，拥抱光明未来。陆小姐，我是李助理在等您，请跟我来。陆小姐，我是李征，面试这边请。麻烦您了。陆小涵对吗？是 A 大法学院专业前3，通过法考，还有公开发表文章，履历不错。不过明远法务部不只看成绩。我明白。你怎么看人工智能生产部的版权归属？我认为要先区分生成过程中的人类贡献程度。你如何看待数据合规中的用户知情同意原则？用户知情同意是数据合规的基石，但目前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同意疲劳现象。你是第一个在面试中主动指出这个同意疲劳症结的候选人。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明远需要的正是能发现问题的人。欢迎加入明远法务部，试用期1个月，下周1正式入职，相关手续李助理会带你办理。谢谢林总监，我会努力。宋叔叔，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婚约取消。您言重了，这件事说到底是我处理不够周全，让新梅受了委屈。生意归生意，明远科技和宋氏的合作项目会照常推进，不会受私事影响。好，那就这样，宋叔叔保重身体。周总，陆小涵的入职手续已经办妥，下周1正式报到。工位按您的要求安排在 B 区靠窗的位置，视野很好，也相对安静。他办手续时状态如何？很平静，所有条款看得很仔细，没有质疑，也没有讨价还价。林总监评价专业技术扎实，态度端正。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发我。周总，如果有工作安排需要传达，我可以私事。明白。人招进来了，谢谢老师推荐。小韩这孩子非常优秀，专业上没得说，性也正。不过雨之啊，你专门跑来学校，绕过正常招聘通道，非要我亲自推荐，真的只是看中他的专业能力？不然呢，老师？你小子，当年我带过的学生里，就属你心思最深。罢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多掺和，但小韩家境普通，心思单纯，你可别……我知道分寸，老师放心。周总，莱诺集团数据跨境传输项目有几个条款需要您确认。正好有件事要和你沟通。新来的陆小涵先跟2个常规的国内业务合同熟悉流程，如果表现达标，把莱诺项目基础文件选阅和法规周请交给他。跨境数据合同的复杂度和专业性都很高，他才刚毕业，是不是？所以只给基础部分。你亲自带他过一遍核心框架，后续让他在团队里配合，这是个好机会，看他能不能协助。明白了，我会安排好。周1要去新公司了，手续都已办妥 ，offer 握在手里，可心里还是悬着，只希望自己还能记得当初为什么选择法律，不是为了赢下每一场辩论，
而是为了在纷繁复杂中找到那条对的路，哪怕它曲折，哪怕它隐蔽。周一见。周一见，陆小寒。新生活开始。CEO 周一之，明远科技，所以我不仅自投罗网，还直接跑到网中央的蜘蛛面前报道上班了。周总，您怎么亲自下来了？刚结束视频会议，顺路。新人都到位了，适应吗？都到了，正在熟悉环境。那位陆小寒刚才还在。年轻人初来乍到，四处看看也是常事，好好带，尤其是心理素质好、抗压能力强的，不妨多给些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周总。小陆，你干嘛呢？找东西？啊，对，笔掉了，刚捡起来。小陆，这份保密协议的最终修订版送去周总办公室，签个字，存档。啊？我去吗？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职场菜鸟生存法则第1条：腿要勤快，嘴要甜。没问题，王哥，我这就去。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来吧。我是送文件的工具人，工具人没有过去，工具人不会被认死。周总，这是法务部让我送上来的文件，请您过目。新来的？叫什么名字？陆小寒。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没有，周总，我们肯定没见过。今天是我第1天正式上班。是吗？可我总觉得你看着有点眼熟。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大众脸吧。大众脸。对。文件可以拿回去了。好的，周总，那我先出去了。爷爷，爷爷，给您带了点新到的金骏眉。宋德祥下午给我打电话，说婚约取消了，原因是你在外面有人了。爷爷，事情不是宋叔叔说的那样。那是哪样？雨之，这门婚事是两家早就议定的。我知道你向来有主见，但事先不商量，闹出这么难看的局面，让宋家指着鼻子说我周家教子无方，背信弃义。你是想气死我这把老骨头吗？爷爷言重了，不是在外面有人，是我一直有在交往的女朋友，只是之前时机不成熟，没有公开。当初和宋家订婚的时候，我就和您说过我不同意，是您一定要自作主张。一直交往的女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交往有一段时间了，她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很优秀，也很单纯，所以之前才没带回来，怕家里一时接受不了，也怕给她压力。普通人家的女孩，多大了？做什么的？刚大学毕业，学法律的，很有灵气。学法律，倒是个正经行当。既然是你认真交往的，那好，周6晚上带回来给我看看。爷爷，现在还不太合适，
他刚入职新公司，一切都还在适应，我不想让他觉得太突然，有负担。不合适？那你和宋家退婚就合适了？你让宋家的脸往哪儿搁？让我们周家的信誉往哪儿放？我告诉你，周一之，要么周六晚上你把那姑娘带回来，让我亲眼瞧瞧，她值不值得你为了她毁掉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去相亲；要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姑姑说，苏家的二女儿已经回国了，有时间你去见见。30岁之前，你必须把婚给我结了。周家这一脉不能在你这里断了传承，这是人生大事。爹，带她回来，但只是普通的家宴，不要惊动其他亲戚，也不要给她任何压力。无论您对她印象如何，都请尊重我的选择。我要娶的人，只会是我自己认定的。周六晚上，就我和你爸妈，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能让你这么护着。好。没事的，陆小寒，周总贵人是忙，怎么可能真的记得你这个小人物？从今天开始，低调做人，努力工作。等一下，不上来。工作还适应吗？适应，非常适应。领导同事都很好，公司环境也很好，茶水间咖啡也很好。周总，合同看得怎么样？还在熟悉流程。有问题问林薇。好的，周总。小陆，你怎么像见了教导主任？这是职场新人对老板最基本的敬畏。周总好。走路看路。好的，周总。看吧，果然是我想多了。日理万机的周总哪有空记得我这个小虾米？那件事已经翻篇了，彻底。小陆，林总监，这份补充协议需要周总最终签字，你送上去一下。好的，林总监，我这就去。进。周总，法务部补充协议需要您签一下字。谢谢周总，那我先回去了。陆小寒，周总，还有事吗？你上次说你记性很好，那你再好好想想，我们真的没见过。没有啊，周总，上次不是说了吗？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大众脸。周一之，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总躲着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周一之，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总躲着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还大众脸了。周总，我觉得这个视频它有剪辑痕迹。完整监控。那也可能是角度问题。正面高清带声音。好吧，我承认，那天是我。但是周总，我主观恶性不大，造成后果有限，且事后没有扩散传播。严格来说，我也是被突发情况裹挟的执行人。执行人？对，我不是主谋。那谁是主谋？出于朋友之间的基本义气，我暂时不方便供述。义气不错。谢谢周总。我不是在夸你。周总，如果您需要道歉，我现在可以道歉。对不起，如果您需要赔偿，我也可以赔偿，但我刚入职，工资还没发，可能需要分期。我不需要赔偿。那您需要什么？一个女朋友。周总，这就超出劳动合同范围了。假扮的。假扮也超出劳动合同范围。周六晚上
陪我回家吃顿饭，见家长。不可能，我只帮闺蜜退婚，不提供售后服务。那我只能把视频交给公司法务，按流程处理。周总，您这不是吃饭，这是渡劫。你那天在酒店门口的勇气，那是被推出来的，不是自愿品质。条件你可以提，真的？合理范围内。第一，合作期限仅限周六晚上加1。可以。第二，不牵手，不拥抱，不亲密接触。视情况。什么叫视情况？如果你演得太假，我可能需要配合。那就写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临场发挥。你也一样，毕竟你有仆身前程。周总，翻旧账不利于合作。写。第三，合作结束后，甲方不得再以此事威胁乙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这是证据展示。法学生最讨厌这种玩文字游戏。周六下午2点，我接你。完了。小韩，我回来了，我和周岩去旅游了，这几天都没找出时间给你打电话。你上班怎么样？宋心妍，怎么了，宝贝？我在明远科技28楼法务部，今天下午刚从我老板，也就是你前未婚夫周易之先生的办公室里。周易之，小韩，你怎么会去他公司？你上次说院长给你推荐的工作就是明远科技，宋心妍，我要杀了你！上次那破事儿败露了，周雨之他全知道了。小韩，我真不知道会这样。那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报警了吗？开除你了吗？暂时还没有。他给了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什么机会？周六晚上，假扮成他交往已久，导致他不得不与宋家退婚的正牌女友去见他爷爷。宋心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小韩，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见家长，假扮女友，周雨之他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对你？你还笑？我现在愁的头发都要掉，那是周家老天爷，是能随随便便见的人吗？我万一演砸了，到时候你别怪我供出你是幕后主谋。不会不会。小韩，你听我说，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好事儿？这哪门子好事儿？你看啊，第一，他既然选择让你假扮女友应付家里，而不是直接追究你法律责任，说明他不想把事情闹大。第二，这说明他确实不想跟我家联姻，甚至可能也烦家里催婚，你这是在帮他解围。我是被迫帮忙。第三，近距离接触周雨之和他家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多少人想凑都凑不上去。宋心妍，你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棉花糖吗？这明明是火坑，你怎么看出是机会的？机会你自己怎么不要？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周雨之是死板老男人。那是我信息不完整。你是良心不完整。加油，小韩，我相信你。你连周族都敢报，还怕见他爷爷吗？拿出你当初碰瓷的勇气来。我当初的勇气是你推出来的。那现在怎么办？需要我支援吗？礼仪培训、服装赞助、紧急情况预案，姐妹我全力支持。不，我要让周家觉得我这个人质朴真实，但不太适合豪门。说人话，我要劝退他们。怎么了？不合适？比上次灰色卫衣合适。周总，合作期间请勿攻击乙方过往造型。陈述事实。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紧张。爷爷问什么，你照实回答就好，不用太拘谨。照实回答。好的，这可是您说的。不是说救爷爷和父母吗？这怎么还带隐藏嘉宾？雨之回来啦，你刘阿姨你也认识的，婉婉刚从巴黎读完艺术管理回来，想着过来看看老爷子，我们就一起过来了。哎呀，真是巧了，不知道你今天要带女朋友回来呢。雨之哥，爷爷、爸妈、姑姑、刘阿姨、苏小姐、陆小孩。爷爷好，叔叔阿姨好，姑姑好，刘阿姨好，陆小姐。小韩是吧？坐吧，别紧张。谢谢阿姨。小陆啊，别紧张。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是做什么的？来了，关键问题。爷爷，我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人特别朴实肯干，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的那种。家里还有一个爷爷，我爷爷也是农民，种了一辈子地。说起来，我们家是正经的乡下人，根正苗红。我爷爷常念叨，他最骄傲的就是种了一辈子地，囤了好多粮食。农民，这身份和咱们雨之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倒不是姑姑有什么偏见，就是这成长环境、眼界、见识、生活习惯，往后磨合起来，恐怕不容易啊。有效。是的，姑姑，我们村长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来之前，村长特意拉住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好好跟周先生相处，把握住机会。他说，以后我们全村的发展可能就指望周先生了，还说下次回村一定得请周先生帮忙看看，给村里修条路。老话不是说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修路是头等大事。修路是力不内力，不过具体规划还需要专业评估。下次有机会可以请村里的干部一起聊聊。他怎么来接茬了？他不应该觉得我上不得台面，立刻结束这场闹剧吗？雨之，你到我书房来一趟。成了，这肯定是核心家庭会议，劝退第一阶段成功。祖上几代农民，全村指望你修路，这就是你说的很优秀，也很单纯。雨之，这姑娘生的标致，性子看着也活泼，可是你们之间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些？婚姻是人生大事，关乎你一生的幸福，也关系到整个家族。你不能只凭一时好感被外表迷惑。是啊，雨之，爸妈知道你不喜欢被安排，反感商业联姻那套，但你就算想自己找，也得找个更稳妥、更知根知底的呀。这个陆小姐，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实在让人心里没底。爷爷、爸妈，小韩她确实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境比较普通，但她非常努力，也很单纯善良。可能是她第一次正式见长辈，太过紧张，又想表现得接地气一点，所以话说的有些直白。她本质是好的，心思也干净。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但这件事我有分寸，请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小陆啊，阿姨，您说。阿姨说句实在话，你别多想。我们雨之将来要掌管偌大的家业，肩膀上的担子不轻。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除了感情投洽，很多时候也需要能在事业上分忧，在人脉上互补，在眼界上同频。两个人要能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外面的风雨。这婚姻啊，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也关系到两个家庭未来的走向，需要彼此扶持，互相成就。阿姨，听您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很羞愧。羞愧？以前我确实从来没有站在周先生的位置，去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只想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却没想过周先生他肩上扛着这么大的责任。确实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阿姨，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想法太简单了。这样的我确实配不上周先生，也帮不了他什么，甚至可能会拖累他。所以，阿姨，我听您的。听我的？是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就耽误周先生的前程，让周家为难。我退出。好一招以退为进，将计就计。可惜我这导演还没喊卡。爸妈爷爷，小韩能这样为我着想，甚至愿意为了我的所谓前程和家族而选择退出，恰恰说明他很爱我。爱还很爱，周总您这阅读理解跟谁学的？他能说出配不上、拖累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真的配不上，而是因为他太在乎，在乎到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让我有一丝一毫的为难。完了，他不但接戏，他还改戏。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保护不了，还需要靠所谓的联姻和资源来巩固地位、分担压力，那才是真正的失败。我不需要我的女人为我冲锋陷阵，也不需要她为我带来什么额外的注意，她只需要站在我身后，做她自己就好。风雨也好，重任也罢，我来扛。我现在要是还说退出，是不是就成了辜负他一片深情的负心女？那我带你去花园透透气。终于能正常呼吸了。我接个电话，你自己逛逛，别走远。嗯。陆小姐，花园的景色很不错吧？是不是和你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不对，我忘了，你平时应该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吧？有些风景呢，看看欣赏一下就好，开阔眼界也不错，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好别存着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也别生出不该有的妄想。雨之哥哥他不过是一时觉得新鲜，像你这样的女孩，他身边来来去去也不是没有过。最后呢，不还是要找一个真正门当户对，能在各方面与他并肩，理解他、支持他的人。你又何必在这里白白让自己难堪，
最后落得一场空呢？苏小姐说的对，完蛋，我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设？我要的是你乖巧温顺、依赖信任我的女人。应该是。玉之哥哥，苏小姐说这里的景色很好，很漂亮，说我平时可能没看过这样好的景色，让我好好看看，多欣赏一下。陆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苏小姐是好心，我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玉之哥哥，我就是看陆小姐一个人，好心提醒她多看看。小韩喜欢看什么，以后自然有我陪着。他的眼界不需要外人来提醒和定义。是我多嘴了。玉之哥哥，剧情需要，看苏小姐那么叫，我以为这么叫显得比较学得挺快。不是你让我好好演的。不过，下次害怕或者求助的时候，记得控制一下力度。我的衬衫挺对的，还有即兴发挥可以，但别加太多戏，演过头了容易穿帮。走吧，应该快开饭了。爷爷，一直跟您下，我都快黔驴技穷了。陆小姐看着就是个聪慧的人，不如让陆小姐陪你手谈一局。乡下来的会下什么棋？这种东西。周爷爷，如果您不嫌弃我棋力微薄，我陪您下一局。好，坐。陆小姐下得很稳，不敢乱下。第一次陪爷爷手谈，紧张也是正常的。你自小生活在乡下，能懂这些就已经很不错了。输给周爷爷不丢人。陆小姐要是觉得为难，其实也不用硬撑，爷爷只是切磋，不会真的为难你。苏小姐说的对，不过既然坐上来了，总要认真下完。你不救右上？救不活，右上角丢了，我认，但中腹不能也丢。有点意思。这丫头绝对不是初学者，这棋力，这心性，没有多年的禁训和名师指点，绝不可能达到。老爷子这是输了。哈哈哈哈哈！好棋，丫头，深藏不露啊！跟谁学的？爷爷过奖了，是跟我父亲学的。
他喜欢这个，我从小跟着看，胡乱下了几年。胡乱下了几年？你这可不是胡乱下，奇峰稳健又不失锋芒，有大将之风。你父亲教得好。围棋高手，有意思。陆小姐，有空常来玩，陪爷爷下棋。都怪这该死的胜负欲，为什么看到棋盘就手痒？为什么要和苏婉置气？现在好了，陆小涵，你的人设是不是该同意？不是的，周总，我父母真是农民。我们村头有个特别爱下棋的老头，教了好多小孩下棋呢。我这是家学渊源，民间传承。你说的对。那个，周总，您看我今天晚上的表现还满意吗？很满意。真的，谢谢周总夸奖。那我们是不是就两清了？您看，我今晚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帮您应付了家里，还额外附送了棋艺表演。所以之前的那件事儿，您不会再追究我的责任了吧？那个视频还有照片，您是不是可以删掉了？责任嘛，我保留追究的权利。至于视频和照片，我觉得拍的挺特别，角度、光线，还有你当时的表情，都很有纪念价值。我打算留着了。你说话不算话，你不讲信誉。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事成之后就善始别离。我说的是，如果你不帮我解决这个见家长的问题，我就走法律程序，这是前提。而你今晚的行为，只是履行了这个前提下的义务。至于后续，鉴于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此别出心裁，效果也如此显著，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需要延长。所以日后只要我这边还有类似需要，你就要继续来帮我解决，直到我认为彻底没有需要为止。可恶，自己都是外力，但自己竟找不到破绽。可是您家人对我也不是很满意啊，而且周总，我觉得您这样一直欺骗长辈，终究也不是个办法吧？纸包不住火的。好不好那是我的事。那我到底需要配合您多长时间？总得有个期限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直假扮他的女朋友，直到他认为没有需要为止。和他条件这么优势，为什么不成？除非，难道周希之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怎么了？没什么，周总，我就是突然想到，明天的工作还没做完。对，工作。谢谢周总送我回来，周总再见，周总晚安，周总路上小心。我浏览了几篇，理性与感性平衡得很好，法律案例分析条理清晰，文学评论细腻敏锐，不像是一个人写的，但确实是。难不成是精神分裂？周总，情况有点麻烦，莱诺那边带来的随行翻译刚刚在酒店突发急性肠胃炎，被送去医院了，根本无法工作。我们这边没准备法语翻译，皮埃尔先生的英语只能简单日常交流。会议推迟1小时，马上联系市内所有顶尖翻译公司，不计代价找一个有信息科技或通信工程背景，能及时进行法中技术合同翻译的专业人士过来。可是周总，这种复合性专业翻译平时储备就少，临时抓人1小时内找到并赶到可能性太低，而且就算找到，不熟悉我们的项目和合同背景，磨合也需要时间。今天这会儿恐怕……周总，
法务部林总监让我把最终核对过的合同版本送过来，说皮埃尔先生可能需要最后过目几个修改处的法文备注。Non, il est absolument impossible de répondre à bord. Nos voiles de demain ne peuvent pas être modifiées. Le siège attend ce protocole définitif pour lancer la prochaine étape. Monsieur, voyez-vous calmer un instant. Concernant l'incident de l'interpréteur, Monsieur Zhou a déjà lancé une solution d'urgence. 周总，我先协助基础沟通，确保会议框架不散。李助理继续找专业翻译，双线并行，可以吗？可以，继续联系专业翻译，让技术和法务总监立刻过来支持。是，你做翻译问。抱歉，我来晚了。这是已经确认的部分，这里是2项待核对条款。皮埃尔先生刚才重点强调的是这几处，整理得很清楚。陆小涵，留一下。周总，您还有什么事儿？今天表现非常出色，若不是你及时救场，这个重要项目很可能会陷入僵局，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我代表公司，谢谢。那个，周总，既然我今天也算立了点小功，那之前那件事儿，咱们能不能一笔勾销了？不能，公是公，私是私。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公司会给予相应奖励，但那件事是另一码事。2万，这是按照本市最高等级同声传译标准的2倍支付的临时劳务费，你应得的。不要白不要。谢谢周总，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给钱还不高兴？李正，去重新详细核查一下陆小涵的所有背景资料，我不记得资料上有写他会围棋还有法语。是，周总。耳语，天那么近，难道周一之真正喜欢的人其实是李哲？李助理，他这表情什么意思？周总，我也不太明白。完蛋了，知道的秘密越来越多了。哎呦，谁啊？放开！是我，别叫。宋心妍，对，是我，宝贝儿。我昨天不在，实在太好奇见家长的后续了。你快展开说说，是不是非常有趣？我掐死你个没良心的！我这叫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你还说有趣？松手，我错了。但是小涵，我觉得周雨之对你有点特别。特别想弄死我吧？你别这么悲观嘛。你想想，他身边缺人吗？缺漂亮姑娘吗？缺能演戏的吗？可他偏偏就选中了你，还带你回去见最关键的爷爷，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倒霉，是特别。所以小涵，听我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什么机会？你想办法把他拿下吧。行了，别胡说八道了。我说真的。你闭嘴。我告诉你个惊天大秘密，但是你得发誓，烂在肚子里，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咱俩都得完蛋。我发誓，以我未来1年的奶茶额度发誓。快说。周玉芝
欢男生，所以他才找我假扮女友，为了应付家里催婚，掩盖他的真实取向。而且这也能解释他之前为什么对你那么冷淡。喂，公司有急事，抱歉。你怎么知道的？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之前那场自以为是的出轨闹剧，想摆脱的婚约，对象可能根本对你们没兴趣，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爸他们还想方设法把我往火坑里推。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害死我了吧？我现在不小心成了知情人，还成了他掩饰真相的工具，我等于被他捏着7寸，想跑都跑不了。对不起，小韩，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我当时只是想退婚，随便找个借口。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当务之急是，我们俩都得保守这个秘密。万一传出去，周一之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不好说。但周宋两家的脸面肯定丢尽，到时候麻烦更大。我明白，我绝对不说。那你接下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至少先把工作做好，攒点资本。然后呢？万一哪天他找到更合适的挡旧牌，或者家里压力小了，说不定就放过我了。小韩，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儿，就不陪你吃饭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别想太多。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路上小心。事情因我而起，不能一直让小韩背锅。周总，宋小姐她先按这个方案执行，领导给我结果。宋小姐，有事儿？周玉芝，那件事，酒店门口的视频是我策划的，陆小涵只是被我拉来帮忙的朋友，所有责任在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再为难他了。我怎么为难他？你还不承认？你为什么逼着假扮您的女朋友去见你爷爷？拿视频威胁他，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这不是为难是什么？宋小姐，如果我没记错，是你把那个所谓出轨视频发给了你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拿着这段视频质问我，最终导致两家婚约取消。现在我的家人认定我因为外面有人而毁了婚约，要求我带那个人回去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让陆小涵帮我解决这个由你们制造出来的问题，很好，你现在可以跟我回周家老宅，亲自向我爷爷和父母解释，告诉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目的是摆脱流言，然后我们两家的婚约可以重新考虑继续。怎么样？哇！我是绝对不会和你结婚的，以前不会，现在更不会。很好，那么这件事就请你不要再插手。我和陆小涵之间如何解决问题是我们的事。周一之，你别太过分！你要是再敢为难小涵，处处控制他、威胁他，我就把你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去。不可告人的秘密？什么秘密？宋小姐，不妨说说看。就是你喜欢男生的事。宋小姐，有些话没有证据，最好别说，否则后果你可能承担不起。至于我和陆小涵之间的事，我建议你不要再过问。这是最后一次警告。李征，送宋小姐出去。宋小姐，请。喜欢男生？陆小涵，你真是总能给我惊喜。陆小姐，请稍等。找我？陆小姐，周总在等你。
完了，李助理这个表情，像已经知道我要被埋哪儿了。进。周总，您找我。宋心言，你最好只是去买奶茶了。陆小寒在。你和宋心言说，我是同性恋。宋心言，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嘴巴，果然把你姐妹我卖得干干净净。昨天刚发的誓，谁也不说，结果直接跑到正主这儿来了。周总，你怎么能听宋心言胡说八道呢？他那人您还不知道吗？做事冲动，说话不过脑子，为了摆脱婚约，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他这分明是事情败露后气急败坏，故意污蔑我，挑拨离间。周总，我就是一个普通实习生，来明远是想好好学东西，认真工作的。我对您的敬仰，那真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好似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我怎么可能去背后议论，甚至编造那种荒唐的话呢？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哦，是吗？那为什么宋新芽会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你告诉她的秘密，还以此作为威胁我的筹码？威胁？宋心言，你个蠢货！你是嫌我们俩命太长吗？他那是狗急跳墙，胡说八道！周总，您想啊，我要是真这么认为，我还能答应帮您那个忙吗？帮忙？所以，你答应假扮我的女友，不是因为被视频威胁，而是出于乐于助人。陆小孩，看来我们之间存在一些严重的认知偏差。关于我的性取向以及你我之间纯粹的工作关系，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而清晰的澄清。澄清？怎么澄清？开新闻发布会吗？为了让你以及你那位喜欢传播不实信息的朋友彻底打消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误解，从今天起，直到我认为澄清效果达到为止。除了必要的女友角色扮演外，工作之外，你需要额外增加一项义务。什么义务？近距离观察以及亲身体验，证明我到底喜欢男人还是女人。近距离观察，亲身体验，证明性取向。周总，您别开玩笑，这不需要证明，是我错了，是我和宋心言胡说八道，我们脑子里装的都是法条，偶尔混进了点地沟油。我忏悔，我检讨，我写5000字思想汇报，保证以后把您的私人生活想象的比宪法还神圣不可损害。求您了，就当我是空气，是桌角，是您电脑键盘缝里那颗微不足道的灰尘，放过我吧。口头承诺缺乏强制支撑力，尤其当承诺方有前科，且与共犯关系牢固。与宋心言也没有那么牢。用事实来纠正，我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具体的观察和体验内容，我会稍后让李征通知你。现在回去工作。
今天法务部有一个跨境数据合规内部培训，不要迟到。是。周总，体验不会是要那个什么吧？放心，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基本法律道德底线，我还是遵守的。基本的？那不基本的呢？陆小涵，到。我只是问你，刚才这个合规审查节点，明白了吗？明白一半。认真听。认真工作，远离周月之。风雅，本是最会、最暧昧、最适合情侣约会的那个风雅。完了。周总，我经过深刻反思，已经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Amazing， 这哪是项目，这是阎王爷的邀请函。周总，日内瓦公约第3公约第13条明确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需受人道待遇，不得施以暴力、恐吓及侮辱。您看，我都认输成这样了，要不取消今晚的观察体验课，总不能非要就地正法吧？特殊培训福利，这是福利吗？这是精神工伤。最便宜的沙拉抵我3天饭钱。喜欢吃什么？沙拉就行。招牌黑松露鹅肝，M12和牛肋眼，香草熔岩蛋糕，再来一只波尔多。好的，周先生。这就是近距离观察的一部分，观察我怎么被吓死。周总，您说的那个体验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这里吃饭就是体验吗？还不如直接给我个痛快。陆小涵，在你和宋心言的推理里，我们这一类人通常会如何约会？我不知道，我们就是瞎猜。瞎猜也要有观察依据。他说，你们约会的时候，你总是心不在焉，敷衍了事。那么，你觉得我现在像是在敷衍了事，心不在焉？不像。那像什么？像约会。像老板请员工吃饭，慰劳我昨天辛苦翻译。老板请员工吃饭，还挺会找借口。
味道如何？很好吃。喜欢就好。对话怎么越来越不像员工慰问了？法语怎么那么好？大学不是主修英语？大一的时候看了一部法国电影，沉静如沙。你也看过？看过。我很喜欢那种在极端环境下用沉默和细节表达的情感。当时就想，如果能听懂原声对白，不用看字幕，直接感受演员语调和呼吸里的情绪，应该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学了法语。那部电影对白很少，很多人第一次看会觉得沉闷，是有点慢，但那种安静下的惊心动魄，反而更让人记得住。听懂原声以后，感受不同吗？当然，阿丢。字幕里是永别，可听原声的时候，能听到他声音里压着的颤。从头学一门语言很费精力，没想到你能学得这么好。还行吧，主要是我高考英语满分。大学英语课对我来说占用时间不多，省下的时间就都用来啃法语了。你这是在向我炫耀你英语也很好。周总，此言差矣。怎么能用很好这么朴素的词呢？那叫相当的好。我刚刚在谁面前嘚瑟？想到我现在在忙。接了至少7个工作电话，最长一个47分钟。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您没接那个电话，听起来像是工作。今晚的时间有更重要的安排。陆小寒，在。你觉得判断一个人是否重视某件事或者某个人，最直接的依据是什么？看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呢？专注度，比如是否愿意暂时放下其他事情，专注于眼前。所以今晚我很专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学院实习适应的怎么样？还可以。林薇对你评价不错。周细之到底想干嘛？温水煮青蛙吗？啥意思？好吃吗？好吃。周一直在干什么？这个餐厅怎么样？喜欢的话，以后我常带你来。周总，
求求你了，杀了我吧！杀了你，太浪费了，也不符合我遵纪守法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把你留在身边，慢慢矫正，更有价值。你，周玉芝，秦羽，好久不见。这个反应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啊！老情人陪几位投资人刚结束，这位是我女朋友。女朋友？等等，不是家人，不是长辈，也不是苏婉那种相亲对象，为什么还要演戏？难道前女友？往日前女友，现人上线，配合打脸，电视剧里都这么演。周总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特别了？清纯学生妹，这样的很便宜吧？这位小姐是在说我吗？哦，应该是。便宜不好吗？没听过有句话叫物美价廉吗？你看啊，买东西不能光看标价，得看性价比。有些东西吧，包装是华丽，牌子是响亮，价格是吓人，可说不定金玉其外，里头还不一定好使，用不了多久得出毛病，维修比买新的还贵，这不纯纯冤大头吗？所以啊，任谁都会选性价比高的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秦小姐？物美价廉，性价比高，你倒是很会给自己定位。No no no， 秦小姐，您这话可不对，这哪是我自己定的位啊？这分明是金主定的。金主，所以你这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秦小姐，您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深度，但是我有点没太明白，请问我耻在哪里呢？第一，周先生未婚，我未嫁，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双方自愿、清晰明了的基础上，没有伤害或介入任何其他人的感情，这应该算基本操守吧？您看，合法、合规、合道德，3条大原则我们都站住。那么现在我也很想问问您，您站在这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立场，在对周先生的私人感情选择以及对我的个人品头论足的呢？抱歉，打扰了。赢了，大学辩论会最佳辩手可不是白当的。完了，得意忘形了。周总，我那是战略性反击，纯粹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你一定要明鉴啊。主要是秦小姐她说话太气人了，你也听到了，她说我便宜，我一时没忍住，但我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真的，我发誓。陆小涵，你知不知道“金主”这个词，在法律上，尤其是在涉及不正当关系的语境下，可能构成对我名誉的诽谤。诽谤？而且你刚刚算是当着我的面，亲口承认了我们之间存在某种金钱与服务的约定。没有，我没承认。周总，您这是断章取义。我刚才那话得放在完整语境里理解，那是在秦小姐用便宜这个词对我进行人格贬侮和侮辱之后，我被迫做出的带有反讽和情绪化色彩的回应。金主这个词在当时那个语境下根本不是字面意思，
它是一种收字做法，是为了突出秦小姐言论的荒谬，也是为了表达我对那种以金钱衡量人的价值观的抗议和反讽。就像有人说你是猪吗？你回一句对，我还是野生的呢，这能代表你承认自己是猪吗？不能。所以周总，我那句话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承认或约定，顶多算是辩论策略上的夸张和比喻，是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维护我方，也就是我和您的尊严。完了，他被我气头疼了。周总，您真的不是金主，我刚才全是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是我的老板，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人生的灯塔，是……闭嘴。走了。他到底生气了没有？一物一树，一沙一界，一尘一劫，无需多问。弱水三千，请自取一瓢，一饮而尽。如何确定所取即是该取的那一瓢？这个问题真好。2年前写的时候，更多是一种随性的表达。现在再看，或许该取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全心全意去经历、承担、品味自己选择的那份滋味，甜也好，苦也罢，那是独属于你的真实。至于对错，是不是走完才有资格回头评价，个人拙见，仅供参考哦。谢谢喜欢这首诗。走完才知道，陆小寒，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鲍老师，放轻松，跟紧我，保持微笑。别人问什么，答是或不是，拿不准就看我眼色。还有，不要像上次那样胡说八道。今晚是重要场合，你敢搞砸？有危险！周玉芝，我上辈子是欠你一整部民法典吗？周总，寿宴这种高端局我真的不合适。你有2个选择：第一，明天体面出席；第二，酒店门口视频和你在风雅餐厅关于金主的精彩发言一起整理成材料，发给张院长。明白。我的阎王爷爷啊！前女友、前未婚妻、家族属意联姻对象，以及我这个漏洞百出的现任假女友。怎么了？周总，你管这叫不要搞砸？这哪里是寿宴，这
们的火把烧不到你身上。他们的火把分明已经举起来了。先过去和爷爷打招呼。我可能是真的疯了。爷爷、爸妈，小韩来了。爷爷，祝您福寿安康，松柏长青。叔叔阿姨好。今天人多，小路别拘束。谢谢阿姨。周爷爷，家父特意嘱咐将他珍藏多年的一件小玩意儿带来，聊表心意。这是一只明代永乐官窑的青花福寿纹赏瓶，取福寿双全、平安永驻之意，祝周爷爷身体康健，福寿绵长。永乐官窑品相这么好，不容易，苏家确实费心了。官窑的东西难为你父亲费心了，瓶子不错，寓意也好，代我谢谢他。是，周爷爷。周爷爷，家父知道你雅号丹青，特意寻得一幅清代王贵《西山行旅图》摹本。虽是摹本，但气韵生动，亦是难得。祝您松鹤延年，意趣常伴。好，这份心思我领了。秦老头有心，回去替我道谢。一定带到。周老，恭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知道您喜欢把玩些小物质，我特意托人寻来一块老坑玻璃种翡翠无事盘，取平安无事的好兆头。宋先生破费了，翡翠成色不错，寓意也好，收下吧。你喜欢就好，喜欢就好。爷爷，这是我和小韩一起为您挑选的一套文房用物，知道您今年闲暇时喜欢练字静心，希望您用着趁手。你们有心了。今晚的任务是要让我爷爷和我爸妈对你改观，你敢给我搞砸？爷爷，笔墨纸砚是宇之挑选的，代表我们共同的心意，而这是我自己为您准备的一份小礼。希望您不嫌弃。好一幅松鹤逐春，雄风笑雪立寒宵，小鹤临风逐象摇。画得好，意境更好。这诗画的意境确实高雅脱俗，令人敬佩。不过，这画上似乎既无落款，亦无近印，这倒是稀奇了。难道你不懂书画作品通常都需要作者落款盖章，以示出处和真伪吗？该不会是在哪个不懂行规的画廊，或者不小心买到了来路不明，甚至可能是临摹或伪造的白板作品吧？这幅画确实没有落款，也没有印章，因为画是我根据心中所想，亲手所绘，诗是我观画有感，结合对爷爷的诚挚祝愿，自己琢磨着写的。字也是我自己提上去的，我就是想表达一份自己的心意，觉得心意到了最重要，所以觉得
没必要落款。他自己画的？不可能吧？这功力没有10年8年练不出来。诗也写的这么好，心同金石固，寿同山河，篆书写的这么老道，他才多大？深藏不露啊！周少这位女朋友了不得。好，丫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画得好，诗更好，字尤其见功力。这份礼是我今晚收到最合心意、最特别的，哈哈哈哈哈哈！仔细收好，回头我要挂到书房去。是，老爷子。陆小姐说的可真好，跟真的一样。随便找个落魄画家代笔，画幅应景的画，再仿个古人的诗题上去。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把戏，我见得多了。也就是爷爷您心善，念着晚辈的心意，容易被这种装模作样的惊喜和才华给糊弄过去。可咱们在场这么多明白人，眼睛也是雪亮的。苏婉，注意你的言辞。话说的再真，也毕竟口说无凭。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真能自己画出这种东西？别真是周少为了哄老爷子开心提前安排的吧？是不是自己画的？敢不敢当场证明？光说不练假把式，我看你怕是连毛笔怎么拿都不知道吧？在这里装什么才艺？苏小姐的质疑，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以己夺人也是常情。苏小姐自己不会，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别人也一定。这种逻辑虽然狭隘，倒也简单直接。爷爷，既然今天有人对这份心意存有疑虑，为了不辜负您方才的赞赏，也为了不让这份心意蒙尘，我愿意当场解答这个疑问。如果您不介意，也正好有这份雅兴，不知可否借您的书房和文房四宝一用？好，丫头有胆色，我老头子正好也想开开眼。装，继续装，我看你等下怎么收场。好字，这手行草，没有多年功底，绝写不出来。爷爷，献丑了。书画同源，诗书一体。方才的话语篆书耗时良久，仓促间难以复现，只好以行草和小楷略作展示，连同这枚印章，也算补全了方才那幅画的款印。不知可能解答苏小姐的疑问？好一个书画同源，诗书一体。这份寿礼，连同你这现场笔墨，是我老头子今年收到最好的礼物。
苏家丫头，现在还有疑问吗？你们都出去吧。玉芝，你留下。玉芝，现在没有外人，你跟爷爷说句实话，你到底了不了解他的真实底细？这样的才华，这样的底蕴，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父母都没文化的家庭能培养出来的？如果他上次在我面前说的那些是谎话，那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你知不知道？如果知道，你为什么纵容甚至配合？如果不知道，那你就要好好想想，你带进周家带到爷爷面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孩，而她背后又可能牵扯着什么？爷爷，我和陆小寒的关系目前来说确实比较复杂。最初她出现在我面前是因为一场误会，或者说一场被设计的闹剧。我当时觉得有趣，也正好需要这样一个理由，结束和宋家那场双方都无意继续的婚约，所以就顺势利用了一下。至于她的真实情况，我确实调查过。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级特级教师，母亲是体院教练，家风清正，底蕴深厚。她上次在您面前刻意将自己说成农民出身，甚至编造全村希望的说辞，并非为了考验周家或有什么难言之隐，是因为她并不想被我利用。今晚这幅画，这首诗，这首字，确实在我意料之外。我调查过他的成长经历和成绩，知道他优秀，但没想过他在这些无用的雅事上也藏得这么深。所以爷爷，我和他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定义。有最初的算计和契约，有后来的观察和博弈，也有连我自己都还在确认的超出计划之外的东西。隐瞒他的真实家世，以及最初带他来见您时没有说明白，是我的失误，也是我某种私心下的选择，请您见谅。这丫头不仅有才华，有傲骨，更有胆识，知道自己被利用了，想的不是哭哭啼啼，也不是曲意逢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迂回反击破局。玉芝，你听好了，我不管你们最开始是什么误会，什么利用，什么算计，我也不管这丫头之前是不是撒了谎，是不是想跑。这个孙媳妇，我老头子认定了。家世清白，最重要的是，它能牵动你的情绪，能打破你那一潭死水般的完美掌控。就冲这一点，他就比外面那些只知道讨好迎合的莺莺燕燕强上10000倍。所以，我不管你之前之后又有什么计划，从今天起，收起你那些利用、观察的把戏，你必须给我把她娶回家，必须明媒正娶，风风光光的，让她成为我周家名正言顺的长孙媳。要是因为你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把这么好的姑娘给气跑了，或者弄丢了，玉芝，你要记住，人心不是棋盘，感情更不是生意。你可以算计如何开始，却永远算不准结局，更掌控不了另一颗心的走向。这个陆丫头，她或许最初懵懂，被你顺势牵入了局，但她绝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她有她的傲骨，有她的才华，更有你看不透的属于她自己的主意和坚持。她和那些你平日里见惯的被家族精心教养，以联姻为吉日的世家小姐截然不同。你能不能真把她娶回家，让她心甘情愿地站在你身边，做我周家的长孙媳？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小寒，你怎么会在这里？又是周玉芝逼你来的，对不对？不然呢？我还能自己买票进来啊？千万别让我爸和
知道是我策划的，他非打断我的腿。知道。看到没？那个穿墨绿色裙子，一脸谁都欠他800万表情的是秦羽，周玉芝的前任未婚妻，2年前差点就联姻成功的那种。所以论资排辈，人家可是你的前辈。陆小寒，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调侃这个？火烧眉毛了，知不知道？不过，据说当年是周一之主动退的婚，反正这俩人之间水很深，你小心点，他看你眼神不太友善。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行走的靶子。那个穿得像大芍药花成精了似的，是苏婉，周家姑妈极力撮合的现任理想型，对你敌意更大。总之，你机灵点儿。秦羽是冲周蜜之，苏婉是冲周太太的位置，你现在就是他们共同的障碍。多亏了你，没有你在这儿挡着，今天站在这里被他们眼神灵动的可就是我了。是啊，宋大小姐，所以我这不正是在替你负重前行，英勇背锅吗？知道，我的好姐妹，你的大恩大德我宋心妍铭记在心，永生难忘。等风头过了，我保证补偿你。但现在你一定给我撑住，演好了，千万别露馅。记住，少说话，多微笑，跟紧周介之，别落单。还有，绝对不能暴露我们认识，不然咱俩一起玩完。陆小姐，秦小姐，上次在餐厅是我言语唐突了，我为此向你道歉，失礼了。今晚这幅松鹤同春，还有刚才书房里的笔墨，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一起喝一杯。秦小姐言重了，上次餐厅里不过就是大家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活跃一下气氛罢了，哪有什么需要道歉的。秦小姐千万别往心里去，陆小姐连这点面子都不愿意给。秦小姐误会了，不是不愿意给，是不敢给。我怕您下药。陆小姐，其实我和雨之当年不过是有些误会，一时义气才分开的。那时候我们连婚房都看好了，他亲自挑的户型，说我喜欢看山景。我们会为某个技术方案争论到深夜，也会一时兴起开车去海边看日出。他甚至还偷偷画过将来孩子房间的草。那是我们商量好了，将来我家的公司也都由他来打理，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姐姐，听您说了这么多，我有点没太明白，这些您和周一之之间美好的、深刻的、充满细节的过去，难道不是应该留着，等哪天您和周一之单独叙旧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回忆、一起感慨、一起唏嘘，才更有氛围，也更有意义吗？为什么要特意挑这个时候说给我听呢？哦，是想让我羡慕。可是我不羡慕啊。姐姐，您看啊，您说的那些户型啊、方案啊、日出啊、草图啊，听起来确实挺美好的，但是那都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已经发生过了，结束了，存档了，最多算个挺长的回忆录。而我和他是现在进行时。而且啊，姐姐，你们那时候只是设想要一个孩子，还停留在草图阶段，对不对？而我们已经有了。姐姐，听我一句劝，该放下就放下吧。老是沉湎在过去，对自己身体不好，也影响您寻找新的幸福。
其实吧，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周雨之这人吧，真没你想的那么优秀，那么无可代替。您看他整天板着个脸，霸道，不讲理，还腹黑。除了长得还行，有点钱，脑子还算好使之外，简直浑身都是缺点。现在嘛，只能将就一下了。吓死了！刚才他那个眼神，好像真的想杀人。管他呢，气死一个算一个，谁让他先来招惹我的？投怀送抱，这么着急？没有，是不小心。谁让你站我后面不出声的？刚才和秦羽闲聊的挺深入。就是随便聊了几句，没什么特别的。哦，都聊了些什么以前的事？说出来我也听听，说不定有些细节我都忘了。反正就是一些回忆。具体说说。他说你们连婚房都看好了，你亲自挑的户型，说他喜欢看山景，也会一时兴起开车去海边看日出。还有什么？你偷偷画过将来孩子房间的藻图。我和他之间并没有那么熟。大部分所谓的共同规划和深入交流，都停留在商业合作或家族往来的必要层面，使他过度解读。本质上，他对我来说和宋星也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某个阶段因为家庭或利益关系被推到台前的合适人选，仅此而已。秦羽，原来这么可怜的吗？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早知道是这样，刚才是不是不该把话说那么绝？还用孩子这种挥武器去炸他，好像有点过分了。陆小寒，你不用把他那些话放在心上，都是过去式了，而且含水量很高。我明白了，周总，您不用解释，我都懂。秦小姐她也挺不容易的。周总，其实我觉得您要不再考虑考虑秦小姐。您看，你们两家门当户对，年龄阅历也相当，而且秦小姐对您明显情根深重，念念不忘。从理性角度分析，排除掉那些含水量，客观来看，我觉得你们俩其实挺合适的。周总，我和他很不合适。你肚子里我们那个孩子怎么办？救命！我好像玩错了。我那都是胡说的，为了气秦羽。周总，您别当真。胡说的。陆小寒，有些话说了就要负责。周总，爷爷还在等我们呢，我们该过去了。冷静，
陆小寒，冷静。将就，更好的选择。陆小寒，你这辈子恐怕是找不到那个更好的选择。陆小寒，有些话说了就要负责。小韩，总裁办电话，周总让你上去一趟。好的。周总，您找我？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有个活动。周总，我是法务部的员工，我的职责是处理合同、合规审查和法律风险防控。陪同您出席活动，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准确来说，是私人事，需要我的女朋友陪同。周总，我们说好的，只是必要时扮演，现在是工作时间。这次就是必要。有个私人画展，我爷爷和几位世交长辈要去，他老人家点名要你一起。我不去，就算去张院长那里告状，我也不去。就当帮我个忙，好不好？求你了。你说什么？我说求你了，陪我去。你疯了！你说的对。我可能就是疯了。陆小寒，这场戏我演不下去了。你什么意思？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周雨之，你混蛋！这可是我初吻。我是混蛋，陆小寒，我喜欢你，不是假的，不是演戏，也不是为了让你继续配合我，是真的。你喜欢我，我就要接受吗？周雨之，你的喜欢就是强行吻我、威胁我，我不需要这样的喜欢。是我过激，刚才是我失控，对不起。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不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用以前那套方式，不拿视频压你，不拿协议压你，也不拿爷爷压你。你可以生气，可以拒绝，也可以打我。你说什么？你不是想打我？周玉芝，你信不信我真打你？练过，关你什么事儿？当然关我的事儿。我的女朋友身手不凡，我总得知道，下次想靠近的时候该用几分力，或者该做好什么样的防护。谁是你女朋友？谁要跟你下次？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我不去。你不去，那我就从这里直接抱你出去。你敢？你看我敢。他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因为我不同意，灭口。陆小寒，我是商人，而你喜欢书画、茶道、古玩，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无趣？什么？在你眼里，我是不是除了会用钱、用权势、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逼你就范，就一无是处？什么？在你眼里，我是不是除了会用钱、用权势、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逼你就范，就一无是处？那如果我想走一走你的那条路，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从今天起，除了当你的上司，我还想当你的学生。学生？教我你看得懂的那些话，还有所有你觉得有意思而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不需要你立刻接受我，
但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让我能走近你、了解你真正世界的平等的机会。周总，你应该找一个像秦与苏婉那样的，家世相当、兴趣相投，能真正理解你，也能融入你世界的人。你再说一遍。我说，你和秦羽。陆小寒，你可以拒绝我，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说我们不合适，但别把我推给别人，尤其是秦羽。我和他从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那又怎么样？你们至少没有至少，没有他，也没有别人。再敢把我推给别人，我不介意吻到你记住。苏婉，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宇智哥哥，我只是想成为周夫人。签了他，承诺3个月内和我订婚，半年内完婚。从今以后，陆小寒离开明远，离开周家，也离开你。你不签，我就让他录一段视频，承认他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你，承认他贪慕周家，承认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视频一发出去，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苏婉，你敢动他一下试试？你到现在还护着他，他到底哪里比我好？他凭什么？凭他是我喜欢的人。宇智哥，你想清楚，如果你不签，今晚你们谁都别想完整走出去。绝对。苍天有眼，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苏小姐，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说什么？我早就想摆脱他了，你不知道，苏小姐，你不知道周月之他不是人，他是禽兽、变态、狗虫。他表面上西装革履、人模人样，其实私底下特别可怕。他威胁我、控制我，逼我去见他爷爷，还让我演他女朋友。你不是喜欢他？谁喜欢他？我是被逼的。我一个刚毕业的法学生，手无寸铁，孤立无援，怎么斗得过他这个万恶的资本家？苏小姐，你条件这么好，家世好，长得漂亮，气质温柔，跟他门当户对，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这是夸我？当然，你在演我。被你发现了。废物都是废物，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周总，放开我！我是苏家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苏小姐，现场人证、物证、转账记录我们都已经固定，请配合调查。玉池哥，我只是太爱你了。别这么叫我，敢动我的人，我会让你苏家知道下场。谢谢你，救了我。小事，也就是义薄云天，侠义心肠罢了。好，那就谢谢陆女侠。那行，你把视频删了，协议作废。我救你一命，你放我自由，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不行，哪里不行？
救命之恩不能这么还。那你想怎么还？古人云：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陆小寒，你救了我的命，我的命只能是你的，你就要了我吧。周玉芝，你这是恩将仇报！我说真的，我可以从追你开始。谁允许你追了？我申请。驳回。那我重新申请。你再跟着我，小心我连你一起打。那我努力少挨打。慢点，女朋友。滚！